它是乌克兰最默默无闻的特种部队，至今呢已经和俄罗斯作战了8年，而且大多数都是在敌后作战。无论是俄境内军火库的爆炸，还是俄军列的脱轨，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聊一聊这个乌军的敌后特工队萨满营。自从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频繁遭遇炮轰，油库和弹药库等关键设施屡屡发生爆炸。俄方呢多次指责乌军对俄境内地区发动进攻，但是乌军一直保持沉默或者予以否认。但是在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呢，还是揭开了这一系列神秘的爆炸事件身上的薄纱。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呢，炸毁油库的正是乌克兰最神秘、最强悍的武装力量，人称萨满营的第10特种部队。他们的队员亲口承认，是他们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实施了这些对俄军补给线的攻击行动。各位都知道，俄军的补给一直都是他们的软肋所在。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当中呢，这个弱点就已经暴露无遗了。停滞在基辅城外的一字长蛇阵大军，正是由于缺油缺粮，导致士气低迷。如今呢，这股特种部队也正是针对这一弱点来攻击的。除此之外，萨满营还曾经参加了安东诺夫机场战役，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初期最大的对决之一。在2月24号当天，俄罗斯400名精锐伞兵突然夺取了基辅附近的安东诺夫机场，基辅陷落似乎就在眼前。而当时基辅呢只有3个旅，满打满算不过是1万多人。在得知机场失守后呢，扎卢日内立刻派出了1个旅去围剿俄军的精锐伞兵，而萨满营也正在其中。在成功夺回了安东诺夫机场之后，萨满营又被部署到了基辅西部一个小村庄，防御俄罗斯重装部队突击基辅市区。而根据了解，俄罗斯特种部队在基辅也曾经尝试过斩首行动，有2次都渗透到了乌克兰总统府附近，但是都被乌克兰特种部队发现并且击退了。这其中呢，有没有萨满营的功劳，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如此强悍的萨满营究竟是怎么来的？据了解，乌克兰特种部队第10分队是乌克兰军方从其特种部队当中经过精致选拔而出来的。建立这支部队的目的呢，是承担最危险、最困难、挑战性最高的军事任务。他们的座右铭是“我找你来了”。这句话出自10世纪基辅勇敢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说的一句话，用在现在的俄乌战争也是恰到好处。萨满营的徽章是银叶花环上一只带着金色腰带的狼，座右铭呢写在花环下的金色丝带上。而这支特种部队的前身正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特种部队在乌克兰的分支。在2007年，当时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里琴科曾公布了一份文件，宣布乌克兰特种部队正式成立。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这支部队曾一度面临解散。直到2014年9月，由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当时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决定重建这支部队。到了2014年底，该部队已经准备就绪，有大约4000名队员，并开始接受美军的训练。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人理查德·克拉克将军在今年4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军的特种部队会进入乌克兰，帮助发展和建立其特种部队。而萨满营在经过了美军8年的培训，其部队的规模已经扩大了1倍。而这些训练后的特种部队在作战计划、城市战和小组战术等方面呢，都得到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在非常规战争任务方面，学到的东西最多。而除了作战技能外呢，美国陆军心理作战部队还传授了乌军信息战技能，以提高战场效率。例如，在战争之初，乌军就进行了非常有效的信息战。乌克兰人将截获的俄军无线电通信和装备被摧毁的视频向全世界传播，在打击俄军士气的同时呢，也加重了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耻辱。要知道，在2014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之前，乌克兰特种部队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都是与俄罗斯是一致的。但是在经历了8年和西方特战部队一起训练之后呢，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到了2019年6月，乌克兰特种部队已经具备加入北约反应部队的资格了。这支部队是一支多国部队，由空中、陆地、海上和特种部队组成，其特点呢是高度戒备和技术先进。到了2021年，乌克兰特种部队参加了多项美军主导的联合军演。
实际上，它已经是一支能够与美国以及北约部队协同的、拥有实际战斗经验的部队了，同时可以解决俄罗斯抛来的任何问题。除此之外，乌军特种部队选拔课程要求也很高，通常只有10%的参训者能够通过测试，有严格的体能和技能训练标准，要求至少在13分45秒内跑完5公里，4个半小时内负重23公斤，行进29公里，还必须经历潜水、跳伞、登山等一系列苛刻的技能训练。可以说，萨满营里的战士都是乌克兰万里挑一的勇士。只有那些能够通过多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测试的人，才有可能被录取进入该营。这些战士还具有潜水、跳伞和登山等特殊技能，这都保证了他们能够深入敌后，完成复杂的任务。渗透作战也正是因为这项训练，是萨满营极为擅长的渗透作战。在当地时间4月1号凌晨，距离俄乌边境北部约40公里的别尔格罗德，一处军用油库遭到了萨满营的突袭。俄媒体报道称，至少有2架乌克兰的米24直升机趁着夜色低空潜入俄罗斯领空，发动突然袭击。而这次袭击呢，也是从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后，乌军首次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空袭。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是乌克兰使用土耳其的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待视频公布之后才发现，竟然是乌克兰特种部队架机突袭。而这种潜入袭击，或是在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执行特战任务，对萨满营而言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事实上，早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入侵乌东顿巴斯之后不久，萨满营的特战任务就已经展开了。而除了袭击油库之外呢，萨满营还曾经袭击过俄军导弹炮兵总局第120军械库，并在临走前呢，萨满营还用地雷等爆炸物炸断了布良斯克铁路，造成了一列装满装甲车的俄军军列被炸脱轨。一位萨满营的小组负责人在接受战区杂志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只是将俄罗斯施加给我们的还给他们，将战火烧到俄罗斯境内。而在进行这种行动时，萨满营在多数情况下成功率是50%，一旦做出决定，剩下的就是执行。不过要考虑到伤亡，所以他们只会派遣自愿执行任务的人。这些静默之狼或徒步长途跋涉，穿越森林秘密潜入，或者乘坐直升机快速降临，引导炮兵轰击敌后目标，或者指引无人机进行攻击。而那些避免不了的遭遇战，则是萨满营士兵最热衷的游戏。他们觉得和敌人捉迷藏、指引无人机轰炸太过无趣了，只有猝然与敌人面对面的相逢，才能决出谁才是最后狭路相逢胜出的勇士。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萨满营哪些战绩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